Agent 创世纪为您报道。北京大学工学院研发出一种自重构机器鱼集群系统，实现了水下作业的范式转变。该系统通过模块化单元的动态重组，打破了传统机器人单一形态的物理边界。这种水下变形金刚式的设计，让机器鱼能通过群体协作，解锁单体无法企及的多模态作业能力。传统水下机器人普遍存在阿喀琉斯之种，它们通常依赖螺旋桨与固定底盘，导致在复杂水域体型笨重且容易受限。面对潜水沉积带或狭窄缝隙等非结构化环境，单一形态往往无能为力。关键痛点在于速度、灵活性与适应性无法兼得。这种局限使得机器人在面对水下未知障碍物时极易失效。自然界的生物为破局提供了进化图纸，仿照鳗鱼纵向波动实现快速游动，参考箱冯达成原地转向，并借鉴弹涂鱼实现两栖爬行。研究人员通过纵向并列或单体构型，将这些高效运动转化为具体的集群拓扑。这种跨物种的形态融合，为实现多模态瞬时切换提供了核心依据。北京大学将生物灵感转化为模块化系统。这些机器鱼像乐高积木一样，通过磁力实现自主对接与拼装。单体虽然具备独立游动能力，但通过组团获得了集群超能力。它们能协同开启闸门、运输物体，甚至在陆地上爬行，显著扩展了复杂场景下的作业边界。单体硬件的高度集成是实现重构的前提。每个模块化机器鱼拥有3个独立自由度，尾鳍由防水4伏电机驱动，最大摆角达50度，最大游速为 113.08 毫米每秒。侧向关节则由直流电机驱动，能实现全向旋转。这种高自由度配置不仅赋予了单体极高的灵活性，也为后续复杂重构奠定了硬件基础。高效对接得益于 EPM 电永磁技术的应用，该技术仅需20毫秒的脉冲电流就能瞬间切换吸附或释放状态。对接后的侧向拉力可达 73.7 牛顿，纵向拉力为 24.19 牛顿。最关键的是，在保持连接时，静态功耗为0，这有效解决了水下机器人的长效续航难题。在水下无线通信失效的环境中，机器鱼通过电磁感应实现进场交流。发射端施加脉冲电压，接收端通过感应线圈解码。这种方案采用脉冲技术协议，能够以 5.56 kbps 的速率稳定传输。该技术确保了集群在对接状态下能实现局部信息交换，为协同阵型同步提供了通信保障。然而，水下集结面临流体动力学和运动特性的双重挑战。机器鱼的尾鳍摆动会产生涡流干扰，这种扰动往往会将彼此靠近的单体推开。由于机器鱼遵循独轮车模型，缺乏侧向平移能力，这意味着微小的对齐偏差就可能导致组装失败，极大地限制了集群在受限空间内的对接效率。为解决对接难题，研究团队设计了3阶段动态协作策略。鱼群首先通过环形编队修正姿态，接着切换至直线编队迅速逼近，最后在阈值范围内关闭动力，利用惯性与磁力完成漂移对接。这一策略将狭窄空间的对接成功率从 3.25% 提升至 73.05%， 显著增强了系统的实战可靠性。成功的对接催生了丰富的形态矩阵，通过不同的重构组合，集群能像积木一样重塑流体动力学特性。横向构型通过多引擎驱动强化动力与机动性，纵向构型则提供极致的流线型以降低水阻，混合构型则作为全能形态应对极度复杂的任务，使集群突破了单体机器人的物理局限。形态重构带来了显著的稳定性进化。单体机器鱼游动时头部的剧烈摆动曾是搭载精密传感器的障碍，但通过横向对称组装，两侧尾鳍设定派相位差成功抵消了偏航力矩。实验数据表明，集群摆角从 5.62 度降至 0.67 度，稳定性提升了 8.3 倍，为水下高精度视觉感知创造了条件。在机动性方面，集群实现了对单体的跨带碾压。横向构型下，系统通过驱动两侧关节实现坦克掉头，即一侧尾鳍正转，而另一侧反转。这使得转弯半径从单体的200毫米骤减至31毫米。这种极致的机动能力让集群在极度狭窄的死胡同中也能原地脱困。动力单元的线性叠加让集群突破了物理极速。在3机横向编队的构型下，集群最大游速达到了 134.56 毫米每秒。这一表现相较于单体的极限速度提升了 18.9%。
通过横向增压，系统能够在搜救等需要快速响应的实战场景中抢占先机，显著提升了作业效率。纵向组装带来了颠覆性的续航效率。通过减小饮水面积并利用流体力学尾流交互，集群获得了显著的流体红利。运输能耗 COT 值从单体的 1.92 暴降至 0.51， 降幅达 73.4%。这意味着集群游动比单体单打独斗更节能，极大地延伸了水下任务的作业半径。机器鱼集群展现了跨维度的两栖爬行能力。在水深仅10厘米的极浅水区，尾鳍推进失效，系统会自动激活侧向旋转关节作为双腿，通过模拟弹涂鱼的交替支撑步态集群，能在泥泞中稳定爬行与转向。这一多模态切换技术的突破，让机器鱼能够在传统设备瘫痪的环境中持续执行任务。性能汇总表直观展示了集群带来的质变。与单体相比，集群将游动摆角缩减了 8.3 倍，能耗降低了 73.4%， 转弯半径则从200毫米降至31毫米。同时，最大游速提升了 18.9%， 并实现了从游动到爬行的维度跨越。这不仅仅是数量的简单叠加，而是从单一工具向多功能智慧网络的技术升维。在逼仄空间的实战中，集群展示了精准的协同能力。任务中，集群首先以 U 型弯机动进入550毫米的极窄通道，随后手机深入150毫米盲沟，利用磁力吸附目标，最后剩余机群变阵为机械巨钳，成功夹取并带回庞大漂浮物。这证明了系统在受限空间内处理多样化目标的高效性。在跨地形接力救援中，集群展现了更强的障碍突破能力。系统首先吸附门把手，通过单侧尾鳍产生扭矩，强行拉开隔离门。进入10厘米浅水区后，迅速切换为爬行步态，越过泥沼。最后，集群化整为零，以单鱼形态依次通过极窄缝隙。这一全流程演示体现了自重构系统在极端环境下的高适应性。与全球主流系统对比，北京大学的研究在功能维度上达到了技术巅峰。相比仅具备对接能力的 TEMP 或受限于水面的 Robobots， 本研究在自重构、多模态运动和物体操作等7项指标上实现了全覆盖。它是目前全球唯一兼具高动态自组装与跨介质运动能力的仿生集群系统，重新定义了水下模块化机器人的技术标准。真实野生水域的试炼进一步验证了系统的鲁棒性。在泥泞湖岸上，集群成功通过爬行模式穿越淤泥，并在入水瞬间无缝恢复游动。面对密集的水草迷宫，系统通过灵活的形态切换实现自如穿梭。这些实地测试数据充分证明了机器鱼在复杂自然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与可靠性。该研究正迈向去中心化的深海蜂群时代。系统未来将融合电场感知与侧线传感，构建出完全不依赖全局视野的分布式网络。这种局部感知融合机制将使集群具备全天候的自主水下作业能力。这一成果为深海工程与救援提供了新范式。下一步关注点将聚焦于复杂场域下的去中心化部署。